叶晨被萧长坤整得无言以对，都眼看要被赶出家门了，还惦记住豪宅开豪车。无奈的他只能提醒他道：爸，要是这事没成，我肯定不能给你租太好的房子，更不能把库里南给你。萧长坤下意识地问：为什么？叶晨道：你可别忘了，到时候你从这个家拍拍屁股走了，我还在这个家生活呢。说着，叶晨又道：我要是给你在外面租个豪宅，再把库里拿给你开，妈还不见得怎么记恨我呢。到时候我也得自保啊，给你租个老破小，妈要是怪罪我，我还能给自己辩解一下，毕竟不能让你露宿街头，对吧？那我跟初然不就犯了遗弃罪了吗？萧长坤看着叶晨一脸认真的样子，长叹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痛苦不已地说道：我懂我懂，换成我是你，我也不想得罪马兰。叶晨道：爸，我肯定会尽力捞你这一次，但你记住，你没什么退路了，现在就破釜沉舟搏最后一把，不成功就成人。萧长坤一咬牙：行，我都听你的。另一边，萧初然被带到马兰所在房间的时候，马兰还正红着眼跟交警辩论：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不能把出轨的都抓起来？为什么？交警无奈道：为什么不为什么的，我说的也不算啊这个。这时候萧初然推门便忙喊了一声：妈。马兰看见萧初然，眼泪顿时决堤，哭着扑上来一把将萧初然抱住，嚎啕大哭道：闺女，你总算来了。萧长坤那个王八蛋背着妈跟老情人出轨，妈都不想活了啊。萧初然赶紧安慰道：妈，您别想得那么极端，以我对爸的了解，他应该不会的。不会，马兰哭着说道，他那老情人一走30多年，这次回来不知道多久了，他愣是一个字没跟我说起过。俩人还在背着我老年大学一起工作，那他妈是工作吗？那是借工作的名义偷情啊。还不知道他们在外面有没有背着我偷偷住到一起当白日夫妻。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妈我头顶上的绿帽子都不知道戴了多少顶了啊。萧初然赶紧硬着头皮强压尴尬地安慰道：妈，爸不是这样的人，您就别自己钻牛角尖了。我钻牛角尖？这种事就像看见一只蟑螂，只要看见，就不可能只有这一只，看不见的地方说不定有成千上万只。马兰说着，忽然想到什么，一拍大腿：他妈的，这俩人都一天到晚的混老年大学，上次市里面组织去韩国交流，也有老年大学的人一起，他们俩是不是也都去了？说完，他立刻拿起手机，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了金陵赴韩文化交流的关键词，又加上了韩美琴3个字，果然搜到了不少新闻内容。毕竟是市里面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新闻通稿里面加上随行人员的名单和介绍也是基本操作。马兰一看到韩美琴果真参加了那次交流，更是气得直哆嗦，哭喊道：这哪是去搞什么交流，这是搞旅游偷情去了。说完，他看着萧初然，哭诉道：闺女我恨啊，萧长坤这是在我头顶上种了个大草原啊，亏我还天天挂绿帽子嘲讽萧长前。钱红艳那次被送去黑煤窑前后也没多长时间，可萧长坤这个王八蛋背着我跟韩美琴不知道搞在一起多久了。萧初然抿了抿嘴，赶忙又道：妈，那个韩阿姨应该还是挺正经的，他们肯定不会干这么龌龊的事情。马兰一怔，追问道：初然，你也见过韩美琴？啊，妈，我没有。萧初然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不知如何解释。马兰咄咄逼人地追问道：你没见过姓韩的，你怎么知道他是正经人？萧初然一时间无言以对。马兰一下子崩溃了，哭着说道：初然，是不是连你也帮着他一起骗我？是不是？萧初然顿时乱了阵脚，正不知如何挽回事态的时候，叶晨这时候忽然推门进来，一进门便开口说道：妈，初然没见过韩阿姨，但我见过。啊！马兰见叶晨进来，顿时惊讶不已，质问道：你见过韩美琴？是萧长坤那个王八蛋带你去见的吗？叶晨点了点头，如实道：是爸带我见的。马兰气疯了，
怒斥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亏我一口一个好女婿的叫着你，把你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萧长坤给我戴绿帽子，你竟然都不告诉我。叶晨，你太让我失望了。叶晨也不慌，连忙解释道：妈，这件事啊，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确实知道韩阿姨回来的事情，我也跟爸一起去见过韩阿姨，但爸跟韩阿姨真的是清清白白。而且爸之所以不告诉你，也不让我告诉你，主要也是为了你考虑。你放屁！马兰的粗口不经大脑的脱口而出，可是说完，顿时又紧张的赶紧闭上了嘴。要在以前，他对叶晨说这样的话是家常便饭，说就说了，一天不说个10句8句的心里都不舒坦。可是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现在自己什么都靠着叶晨，衣食住行，没有叶晨哪样都不行。所以忽然下意识骂了叶晨一句，他还真怕把叶晨惹恼了。于是他赶紧又道：叶晨，妈不是针对你，妈针对的是萧长坤那个王八蛋，他说是为了我考虑。怎么可能？叶晨解释道：妈，你不知道，韩阿姨在美国查一查，绝对是全球顶尖的律所，人家的律所估值至少在几十亿美元以上，每年帮各大公司打官司分到手的分成也得有几亿美金。韩美晴其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她出国这么多年，国内的同学根本就不知道她在美国的状况，就好像这个人出国之后就人间蒸发了一样。所以萧长坤、马兰以及他们以前的老同学也都不知道韩美晴在国外究竟混得怎么样，还是韩美晴回国之后才跟萧长坤提了提自己的事情。所以叶晨说的这些也都是实话，没有半点夸张。马兰当年就处处不如韩墨晴，一听说韩美晴混得这么厉害，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不太自然地说道：她韩美晴混得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她混得好就可以跟我老公搞在一起吗？叶晨叹了口气，编起故事来，一真一假地说道：妈，您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事情，韩阿姨老公去世之后，家产和律所都由她和她儿子继承，就算是跟她儿子对半分，人家也得趁10几20亿美金，折合人民币上百亿。而且人家为什么回金陵？人家可不是奔着爸来的，人家是奔着人家真正的心上人来的。